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雪域传奇》第3眼这本书。罗桑通过了喇嘛的考验呢，跟随上师去到了西藏布达拉宫，于是还参观了布达拉宫的地下密道。在密道之中呢，发现了西藏史前文明的终极秘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雪域喇嘛传奇。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即日起开始宠粉活动，详情请看节目最后介绍哦。在离开布达拉宫之前呢，罗桑和米亚唐达普呢就参观了一条地下隧道。他们得到通知呢，只能参观一条，其余的呢只能留到以后来参观。于是二人就拿着一个火把呢，小心翼翼的就爬下了那些似乎是永无止境的阶梯。于是他们就沿着光滑的石壁慢慢前行。据说这些地道呢，在不知道多少世纪以前呢，因为火山的作用而形成的。壁上呢，刻画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奇异图案和颇为少见的景象。走了不知道多少里路呢，他们终于就进入了另一条隧道，而且那条隧道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宽。由此可见呢，如果他们继续往前走都能够走上百里的路，深不见底。可是，在他们继续前行的过程中呢，突然之间前面出现了一处湖泊，它是一片乌黑而且是寂静不动的湖。黑的呢，几乎使它难以被看见。与其说它是一面湖泊呢，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无底深渊。水里呢没有一丝丝的涟漪，空中呢没有一滴的声音呢会打破它的寂静。脚下的岩石呢也都是黑色的，所以在火把的照耀下呢，有一些发出微微的光芒。但是在旁边的墙上呢，却有一些发亮的东西。罗桑就一步走向去只见岩石中呢有一条宽厚的黄金。约有15到20尺长，其宽度呢可以从一个人的颈部到膝盖了。看来呢，这里曾经有高温呢使它融化，而后又冷却成块的，好似留下了金色的油蜡一般。那米亚唐达普喇嘛呢就打破了这个寂静他说这个湖呢通向40里以外的藏布江，因为距今许多年前呢，当时有一群爱好冒险的小和尚呢就做了一只木筏和拿了一些桨呢，而且在这个木筏上还装了火把，他们就从这里划船离岸而去了。当时他们一里又一里地划着向前探索着，接着就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方。不但呢看不见任何的山洞顶端的这个岩顶呢，就连石壁都看不到了。就由此可见这个湖是非常大的。于是他们就只能一直向前缓慢地划着，一边探索着一边慢慢地漂流。时间一长呢，就有一些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感觉了。而罗桑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还在心里呢活灵活现地想象着。米亚唐达普喇嘛就继续说道走着走着呢，他们仿佛就迷失了方向，就不知道哪边是前进哪边是后退了。忽然之间呢，木筏就歪向了一边接着就是一阵疾风吹来风就吹灭了他们的火把，使他们所有人呢就处在了一片黑暗之中。于是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了木筏落入水中的感觉，仿佛落入了一个怪兽的魔掌之间。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天旋地转一般感觉到了头晕恶心。他们紧紧地抓着这个木筏的绳子小小的波涛呢，以及巨大的动力冲过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一个个都成为了落汤鸡。当他们感觉到速度越来越快，好似落入了无情的那个漩涡之中的时候呢，仿佛被送上了毁灭的旅程。他们究竟走了多远呢？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因为那里没有一丝的光线，整个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可以说那里是地球表面从来没有过的黑暗。他们只是听到了吱吱嘎嘎的摩擦声，突然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以及令人五脏并裂的一种压力。于是他们被抛出了木筏之外掉入了漩涡之中。有些人呢只有刹那之间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连这点幸运都没有。当光线出现的时候呢，绿茵茵的很不稳定，亮度越来越大，最后呢他们被漩涡扭曲折叠，突然之间呢被抛入了灿烂的阳光之中。他们中的2个人呢，奋力地挣扎到了岸边已经被淹得死去活来了，而且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另外的3个人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踪影。于是这2个人呢，半死不活的还躺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最后他们俩中的一个人终于有了些力气呢，就爬起身来看看周围的情况到底在哪儿。不看也罢呢，这一看几乎就惊得他再度昏倒过去在远方呢，竟然就是布达拉宫。而他们的四周呢，是碧绿的草地和在吃草的一些牛马。起初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离开了人间了。不久之后呢，就听到旁边一串脚步声，接着一个放牛的牧民就向他俩俯视下来。此人就告诉他们说只见他们顺着那个破烂的一个木筏飘下，特地呢赶来想捡一些东西呢，看看有没有自己能用的。最后这2个人费尽口舌呢，终于使这个牧民就相信他俩是出家的僧侣。
于是呢，这个牧民就答应到布达拉宫呢，请人带担架来救他们回去。因为此时他们的僧袍已经被扯得破烂不堪了嘛，所以自从那天以后呢，这个湖呢就一直再也没有人敢去探索了。不过呢，已经有人知道了，在火把照耀不到的地方呢，的确有一些岛屿存在在这个湖的其中。其中的一个岛屿呢，已经有人探查过了，究竟发现了一些什么呢？在你以后入门之后便可以知道了。罗桑呢就把这件事情想了又想，只恨现在呢没有木筏去探索它一番。但米亚汤达普喇嘛就告诉他说将来等他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呢，自会带他来探索这个地方。于是两个人又点亮火把呢，继续向前走去。前面呢，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些黑漆漆的高大的墙壁，上面有一些看不懂的符号、文字以及图案。之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深入下去了。次日早晨呢，他们就轻轻松松的返回了查克波利斯。不久之后呢，实际的这个喇嘛学位考试的日期就来临了。而罗桑呢，与其他10几名弟子一同参加考试。值得高兴的是考试结果是罗桑名列前茅。数天之后呢，他就接到了首领喇嘛的通知说他呢可以跟随着剑王法师呢学习超度亡灵的实际方法。于是呢，罗桑就再度来到了布达拉宫在一个病房之中他得以看到了一位老僧侣呢，正要走上大家得以走到的那条最终的道路。他是因为之前突然中风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力气呢正在渐渐的衰落，而他的灵色呢也渐渐的消失了。他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呢，保持意识清明，直到完全呢没有生命力维持的那种状态。于是罗桑就看到了主持仪式的那个喇嘛呢，一面指引着他，一面轻轻地敲打在这个老者的身上，从锁骨呢敲打到头顶。喇嘛就告诉他说如此呢是可以使得灵魂毫无痛苦的解脱开来。他以传心术的方式呢，指出了沿途的陷阱，并开示他避开危险的道路。敲打呢继续不断的进行着。罗桑看到这个老者的灵气就慢慢开始消散，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不见了。主事的这个喇嘛呢，就在一种古老的仪式之中突然发出一阵爆裂的声音，以示呢挣扎着的灵魂完全得到了解脱。于是罗桑用第3眼就看到老人的生命之力在他已经沉寂的尸体的上方凝聚成一团云一样的东西，而且那个东西呢还有一根银带是与肉体之间相连的，而那个银带呢就开始慢慢的逐渐变细，就很像是刚出生的婴儿的那个脐带一样，割断脐带呢而出现于人世。老者呢将是割断银带呢进入来生之境。所以他就说那个银带越来越细，最终成为一条游丝呢，最终呢就断裂了。而那一道浮云呢就像一道烟雾滑翔而去。此时呢，主事的喇嘛继续以传心术发出开示呢，指导这个亡灵走上他第1阶段的旅程。在西藏呢，只有少数身为转世再来的高僧呢会接受一种特殊的待遇。经过防腐处理后呢，他们就可以被安置在玻璃的棺材之中，或者是香精呢供在寺庙之中让人瞻仰。第2天早上呢，天刚亮呢，罗桑就被一行人叫去了大厅，进入了佛殿，通过了一道很少开放的铁门，向下而进入了一条隐秘的地下道。2位喇嘛呢担架抬着之前的那个老者，跟在后面的是一群比丘，发出一阵深沉诵经之声。于是他们就向下走去，进入了一处隐秘之所。大概走到了距离地面50-60米深的样子的时候呢，来到了一座封闭的石门之前，里面呢是一片冰冷。而僧人们小心翼翼地将那个之前的老者抬进去放下，然后全部退出，然后将老者的体内外全部清理干净之后呢，注入了一种漆液。这种漆液呢，他们说可以在体内形成一种硬壳，可以使这个身体呢保持平常的一个状态。于是他们将那个遗体留在那里1天1夜，让其呢保持一种莲花打坐的姿势呢完全干透。接着呢，他们又将它移至另一个房间，此房间的下面有一口锅炉，其构造呢可以使火焰和热气回流到此密室的墙外，产生一种均衡的高温。炉火升起之后呢，要在下面燃烧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从封门的日子呢到第11天他们才将封条解除把门打开，然后呢再将这个老者移至了另一个房间。于是这时候小罗桑就看到他整个人呢保存得非常完整除了身前较黑之外呢，犹如一个人正在睡眠一样，仿佛随时都可以醒来。外部的轮廓呢跟之前一模一样，毫无萎缩之际。此后呢便交给了金匠，金匠就开始发挥他超群的绝技，将真金呢全部贴在这个老者的身体之上。因为黄金在西藏之外呢是一种财富，但是在西藏呢只是一种象征人类最高精神境界的神圣金属而已。贴满了金之后呢，将它移至化身堂，
那是一个安置黄金的宝座。在化身堂里面呢，小罗桑就看到了呀，供奉的总共有98尊的金像坐镇其中，几乎呢里面是囊括了西藏的整个历史。不久之后呢，一位年长的喇嘛就来到了罗桑的房间里啊，要他立即承担小死仪轨的工作，因为除非通过死亡的大门再度折返呢，否则呢便没法真正的体会死而不死的道理。罗桑在灵体旅行方面所做的研习已经走得很远了，这个工作呢将使他走得更远，超过今世今生的境遇，进入前世的国度。3个月后呢，罗桑就被带到了布达拉宫下面最深处的隐秘阶梯的过道之上，一路向下，他就看到了一条小径，一面沉重的包金的大门挡住了去路，火把呢就在此时熄灭了，油灯再次点燃，一行人向前移动呢，进入了一座隐藏的殿宇，叫做密制之殿。3位方丈呢就带着罗桑进入了其中，要给他最后的入门考验。在这一片寂静之中呢，油灯一盏一盏的都被点亮了。就在这一片片黄光逐渐加强的时候呢，一座座佛像呢从黑暗中显现出身来，雄伟的灯光都照不到他们的腰际。他们走进一面石墙呢，其上面绘着一幅15米之高的生命之轮，它似乎在闪耀的这个黄光之中在转动。再向前走着走着呢，为首的那位方丈突然消失不见了，竟然是一道隐藏着颇好的暗门。进入此门之后呢，便是一条狭窄陡峭曲折的小径，油灯的微光似乎只有衬托它的黑暗。走到最后一个小道呢，便见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岩窟，里面竟然是一层层一块块的黄金，一层岩石一层黄金，一层岩石呢又一层黄金，犹如璀璨的星空，折射了下面的油灯的微光，金碧辉煌。在这岩穴当中居然有一座犹如磨光紫檀建成的屋子，它的两侧呢画着奇异的符号，以及我们通往湖边道路上在墙壁上曾经见过的那种图案。里面就放着3具黑色的棺材，棺材上呢就刻着奇异的花纹和符号，上面没有盖子。罗桑呢就向里面偷偷看了一眼，里面的物体几乎把他吓得昏过去，因为3尊金像躺在那里是2男1女，每一根线每一个纹路呢都是以黄金忠实的复刻了贴在上面的。他们仿佛不是人形，他们的脑袋非常的大，顶部呢呈椭圆到圆锥的一个形状，下颚非常窄，嘴很小，鼻子细而长，两眼呢非常的深，看上去呢一点都不像遗像，好像是睡着一般。而一个棺材盖呢置于一旁，它的上面呢刻着一幅启天之图，但其上的星球显得非常之怪，和罗桑的星象研究看到的天象呢完全不同。为首的方丈转身就对他说你要成为一位入门之人呢，就可以见往来之，但是呢势力甚大，许多人呢由此就殉身了，也有许多人功败垂成，没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这儿的，除非呢经得起最后的考验。所以你的心里有准备了吗？罗桑就答应愿意一试。他们就把他就带到了一块置于2个棺材之间的一个石板那里，教他盘腿坐在上面，把脊椎挺直，2个手掌心朝上。于是呢方丈们点燃4炷香每具棺材上面放1炷，罗桑坐的那个石板上呢也放1炷。3位方丈呢各拿1盏油灯就都出去了。于是罗桑就听到了那一扇厚厚的黑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把他一个人独自留在了那个密室当中，与那些已经成为了千古遗骸的仿佛像外星人的尸体呢相处。他就端坐在那块石头上面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最后呢他只听得到嘶的一声连他最后的那一盏油灯也熄灭了。寂静和黑暗呢令他感到窒息和郁闷，那真的是如坟墓里的死寂一模一样。突然呢罗桑就感觉到身体僵直了，全身都硬了，非常的冰冷。他就认为他自己快要死掉了，死在这地下400尺的一座古墓当中。他的肉体内就发生了猛烈的震动，非常的怪异。不一会儿呢这座古墓就终于弥漫出了一种淡蓝色的光线，一阵阵上升和下降之后呢，罗桑就发现自己的灵魂仿佛就脱离了肉身，意识漂浮着，像一股青烟一样浮在一阵轻的感觉不到的微风之上。他就看到自己的头上有一道光晕，好像一个金碗，身体中呢则悬着一根蓝色的带子，它发着生命脉搏跳动的那种凌厉之光。不知何处呢传来了海洋澎湃的声音以及海浪扑击那个沙滩的嘶嘶声。附近的一座森林之中呢传来了一阵嬉笑之声，一群巨人走近于是罗桑向下俯视呢，只见他自己居然也是一个巨人，而他的灵芝呢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在远古以前呢，地球较太阳还是非常近的，
方向呢与如今是呈相反方向在转动。那个时候的日子较短天气较热，有非常多的文明出现。那个时候的人们都知道的比现代人要多得多。后来呢，外太空来了一颗游离的行星撞上了地球，而使得地球承受了很大的震击。于是呢，地球被撞开了，一路旋转着跑出了它通常旋转的轨道，而向相反的方向在运行了。当时的地球上狂风大作，海水呢则在不同的引力之下冲上了陆地。于是呢，铺天盖地的大洪水大地震震向了全球，而陆地沉入了海洋。而有些地方呢却升得比之前的更高，气温呢温暖宜人。原来本来是海滨圣地的西藏呢，突然上升成为了海拔12000尺的寒冷地带。而平地上呢出现了崇山峻岭，喷出了很多的烟雾岩浆。远处的平原上呢产生了很多巨大的裂口，在远古呢动植物得以在此繁衍下去。这正是罗桑离家之前呢他的父亲讲给他听的那个远古的大洪水的传说。不久之后呢，罗桑就感到了这些景象渐渐的消退，而归附了黑暗。他的灵觉与心理上的意识呢就渐渐的离他而去了。他就躺在冰冷墓地的一个石板上，数分钟之后呢，一道隐约的那种黄光越来越近。3位老方丈呢就跑过来告诉他说他已经在这里躺了3天的时间了。现在呢，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活过也死过了。于是罗桑呢就僵硬的爬起身来走出了那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暗室。在那一夜当他躺下就寝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奇怪的预知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知道呢，他未来将要离开西藏前往奇怪的他乡。一如预言所说呢，数天之后罗桑再度觐见首领喇嘛，向他就告辞并接受了他的祝福。次日清晨呢，天刚一亮，罗桑即刻动身缓缓而行，再度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浪子。离乡背井呢，就前往了陌生的地方。这位传奇西藏喇嘛的故事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许在这之后呢，他依然用他的第三眼和神力和学识在另一片土地上呢，救苦救难，发光发热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大家还喜欢我们这一期做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请留言、点赞、加转发支持我们的视频哦。我们会在每期节目最后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来进行宠粉活动。宠粉活动的礼品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一些书籍，还有小糖抱过的娃娃，所以请大家多多留言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